中国社保缴费基数已经涨不动了。是的，连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城市都不敢再公布最新的社平工资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最亮丽的门面已经连粉饰太平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往年魔都上海早在6月、7月就会兴高采烈地宣布职工平均工资再创新高，紧接着社保缴费基数水涨船高。北京也差不多，每年都雷打不动地跟进，仿佛全中国都在为他们的数字欢呼。可是2025年了，日历都翻到9月6日，依旧没有消息。沉默比任何数字都更可怕，因为社保缴费基数本质就是一座城市的年度平均工资，工资涨，基数自然涨；工资跌，基数理应降。可偏偏在中国，工资可以不涨，甚至下降，但统计局的数据绝对不能往下掉，这就是荒诞。河北、福建已经忍不住破功，悄悄把2025年的基数比2024年调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企业不赚钱，居民没收入。统计出来的数字再怎么美化，也掩盖不了现实的衰败。那问题来了，京沪不敢公布，究竟是因为工资真的没涨，还是因为数字丑的拿不出手？这就让统计局的同志们陷入尴尬的处境。居民可支配收入到底是涨还是跌？写涨没人信，写跌那就是政治事故。于是干脆不写。别笑，你以为这是段子，其实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第一，只要繁荣是统计出来的，总有一天会穿帮。第二，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已跌入中等收入陷阱。第三，中国的落后地区极大概率将重新返贫。这是血淋淋的结论。回忆一下过去，2018年有专家算过一笔账，不管用哪种模型，中国社保基金将在2035年全面破产。那时候年轻人都在问80后、90后到底还能不能领到退休金。但今天情况变了，因为3年疫情让就业断崖，出生率坠落。2035年，对不起，这个节点可能提前10年。有人甚至说2028年社保就要吃紧了。我认识一位基金博主，他直白地说，我真心建议年轻人提早做好养老规划。说白了，就是别指望国家的社保，因为你交的钱根本不会回到你手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现收现付制。你今天交的钱不是存到你未来的账户，而是立刻发给了现在正在领取养老金的老人。更残酷的是，你的钱还可能被直接划到东北、内蒙等养老金黑洞里。魔都人交的、京城人交的，全都往这些老龄化严重、经济垮塌的地方输血。你辛辛苦苦交的，根本不是给你未来养老，而是变成一笔无形的国税。如果这笔钱真能透明公布，大家也许还会心甘情愿。可是上海自2022年起就再也不公布社保的详细数据了，北京也一样，只有一个模糊的总数。因为一旦老百姓看见缴纳数、发放数和结余数完全对不上，难免要问我的钱去哪了。这个问题没人敢回答。更荒唐的在后面，即便企业利润下滑，员工工资停滞甚至倒退，但社保缴费基数依旧年年上涨。很多公司每到年底都鬼哭狼嚎，因为一旦公布新基数，就得从年初开始补缴。魔都就是如此，哪怕企业已经捉襟见肘，也要硬撑着按高额缴费基数交钱。杭州也好不到哪去，去年最低基数从4462元涨到4812元，看似不多，但对成千上万小企业来说，这就是生死线。现在2025年快年底了，又有多少老板在心惊胆战？说白了，社保在中国从来就不是养老保障，而是变相的税，一笔有去无回的税。
而这笔税还带着一种宏大叙事的正义感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，为了大局，你必须交。可问题是，本地居民的感受，本地企业的生死，谁来管？更吊诡的是数据。2019年以前，统计口径是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只统计体制内和国企的工资，私营企业全都不算。于是你会觉得，咦，怎么平均工资老是比我实际拿的高1倍？不是你错觉，而是你根本没被算进统计里。后来发现私企职工占比太大，如果不算进去，社保缴费基数就会虚高，很多人根本交不起。于是官方说，要逐步过渡到全口径平均工资，把私企也纳入。按理说，这么一来，分母大了，工资平均值应该降低。可奇怪的是，上海、北京、杭州这些城市在过渡后基数不降反升，这合理吗？合理。如果你站在政治站位的角度看，就完全合理。就像中国股市，跌是不可能跌的，指数必须稳步上扬，否则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的下场就是活教材。工资也是一样，哪怕全国工资停滞甚至倒退，统计数字也绝不能往下掉，因为工资是中国最后的体面。连工资数据都要靠粉饰，社保基金都要靠调动别省的钱来续命，这就是今天的中国。更残酷的是，年轻人交的越来越多，拿到的却越来越少。现实告诉我们，这场游戏最后的赢家永远不会是交钱的劳动者，而是靠制度存活的系统本身。而这一切还只是冰山一角。有人问，社保的缺口到底有多大？答案是大到无法想象。2024年，中国人社部曾发布一组数据，全国养老金当期收入约6.2万亿元，当期支出约6万亿元，看似还有盈余。可别忘了，这里面掺杂了财政补贴、国有资本划转以及各种一次性的资金调拨。去掉这些输血，实际结余已经极度紧张。更要命的是，人口趋势正在让缺口像滚雪球一样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新生儿只有约720万，比2023年还少近50万，创下建国以来最低水平。与此同时，60岁以上老人已经突破3亿，占总人口的21%以上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年轻人要扛起至少2位老人的养老，这就是未富先老的真实困境。别看表面上统计局说居民可支配收入还在增长，但现实是，制造业利润下滑，私企老板破产倒闭，平台经济收缩，年轻人送外卖、跑网约车勉强糊口，白领群体工资停滞，裁员、降薪成为常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年轻人缴纳的社保根本覆盖不了巨额的养老金支出，于是只能不断全国统筹，把东南沿海的肥肉切下来，送到东北、西北这些老龄化严重的地区。结果呢？缴纳者越来越穷，领取者越来越多，资金池越来越空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把社保称为黑洞。想象一下，你辛辛苦苦每个月交几千块，企业帮你交更多，可这些钱立刻被用来支付别人的养老金，等到你老了，池子里早已空空如也。这就是现收现复制的残酷逻辑。更可怕的是，一旦经济增长停滞，失业率上升，年轻人数量减少，社保收入立刻缩水，但老人们的养老金却一分不能少。于是怎么办？只能财政兜底。财政兜底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加税、发债、印钞。最后，老百姓的钱袋子依旧是填补窟窿的唯一来源。有人说，社保制度是一种代际契约，年轻人养老人，将来下一代养自己。可现实是，出生率直线下滑，年轻人越来越少。
契约已经破产。到最后，80后、90后恐怕真的要成为史上最惨一代，交了一辈子社保，到头来连汤都喝不上。再说养老金的投资收益，理论上养老金可以进入资本市场，实现保值增值。可现实呢？社保基金被严格限制投资渠道，大部分只能买国债或者投入政策性工程、股市、债市，即便投入也是为国护盘，而不是为了赚钱。2015年股灾时，养老金进场救市，结果巨额亏损。到今天，社保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大概只有 4% 左右，远远跑不赢通胀。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，你交的钱越来越多，基金收益越来越差，缺口越来越大，财政压力越来越重。而年轻人看穿了这一切，只能冷笑一句：反正我们是交给别人花，自己就别想了。其实，养老金危机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。2019年，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一份内部报告就明确提出，社保基金的缺口是系统性风险。换句话说，它可能比房地产、比地方债更快引爆。为什么？房地产至少还能靠土地财政续命，地方债还能靠城投公司滚动续期。但养老金呢？它是现金流刚性支出，一分钱都不能拖。只要有一批老人领不到养老金，中国社会立刻陷入恐慌。所以，养老金缺口才是压在中国经济头上的最大引雷。那普通人该怎么办？首先，必须认清一个现实：社保的钱大概率拿不回来，至少拿到的远远少于你交出去的。很多基金经理建议年轻人要提早做自己的养老规划，可问题是，现在年轻人连房租都付不起，哪有钱去买商业养老保险，做长期投资？这就是最绝望的地方。社保逼着你交，交了也不属于你，你想自己存钱却没有余力。到最后，年轻人被榨干，老人勉强维持，而制度却不断要求更多的贡献。这不是一个双赢游戏，而是一个零和陷阱。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一个讽刺的事实：当年的世界工厂，如今年轻人靠送外卖为生；当年的增长奇迹，如今工资停滞，社保基数都不敢公布；当年的人口红利，如今变成养老负担；当年的繁荣叙事，如今全靠统计局粉饰。繁荣是统计出来的，但崩塌却是实实在在的，而且崩塌已经开始了。